今天我们要从一个小女孩眼里来看古罗马。这就是她，在她父亲巨大房子的中庭里给自己画了一张像。她叫 Domitia， 只有5岁。她有个14岁的哥哥 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， 取名自他父亲。女孩没有男孩那么长的名字，糟糕的是，其父坚持叫她所有的女儿 Domitia。 他喊在柱子上画画的 Domitia 3。 他有个姐姐 Domitia 2， 7岁，还有 Domitia 1， 10岁。本来还有个 Domitia 4， 但在3年前妈妈生她时去世了。糊涂了吧？罗马人都这样，他们通过好听的3名法取名，从男性的关系找寻祖先，例如 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。 但是当他们要记录 Domitia 和谁结婚了，是姑婆和谁结婚了，还是继母的妈和谁结婚了，他们真是搞不清了。Domitia 3不只是在柱子上画画，还观察行动。你看时间还早，白天他爸爸所有的客户和朋友来他家看他，表示尊敬。Lucius Popitius Secundus 17岁，他想在今后5到7年里娶 Domitia 2， 也来了。他似乎不是在向他未来的妻子求爱，而是他的父亲。可怜的 Lucius， 他不知道 Domitia 的爸爸认为他和他家是有钱，却来自 Suburb 的人渣。毕竟这是罗马充斥着理发师和妓女的地方。突然所有人随爸爸离开，现在是2点，到了该去大讲堂的时候。有一大群客户观众给他的讲话鼓掌，给他的对手起哄发嘘声。现在房间里安静些了，这些男人们走了有7小时，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才回来。但这7小时里，家里发生了什么？ Domitia 和 Domitia 一天都干什么了？这可不是个容易的问题。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关于罗马人的所有记载都是男人写的，这使得构建妇女的生活十分困难。可是我们不能只有罗马男人的历史，这里有了。我们可以从中庭开始，有一个超大织机，爸爸的最新妻子正在织一件新长袍， Domitia 和 Domitia 正在纺线，来织这件30多英尺长的椭圆形的大衣服。罗马人喜欢让妻子做针线活，我们知道是因为这被记在众多的罗马妇女的墓碑上。不像希腊妇女，罗马妇女走出家门在城里活动。她们早上去洗澡，为了避免与男人接触，只去单独的妇女的浴室。公元70年代最新的时尚确实有人这样做，裸体与男性一起洗澡。他们没有地位在任何男人在的地方，集会场所上、法院上或议院上。公众场合他们待的地方只有门廊、花园下、雕像旁和用来走路的通道里。当 Domitia 和 Domitia 想离开家到某地时，例如 Livia 的门廊，他们必须做好准备。Domitia 2和 Domitia 3准备好了，但 Domitia 1被许配2年后，要和亲爱的 Philetus 结婚，他没准备好。不是慢，只是有更多的事要做。订婚了意味着他要带订婚的标志、订婚戒指和所有 Philetus 送他的礼物，珠宝、耳环、项链和吊坠。他甚至会戴他的紫微冠。所有这些首饰明示着我要和那个19岁的人结婚了。我带的所有这些东西是他给的。等的时候 Domitia 2和 Domitia 3在玩他们的娃娃，娃娃是照着他们的姐姐要出嫁的样子做的。总有一天，这些娃娃会在他们结婚的那天献给家里的神。我们准备好了。女孩们走进有几个魁梧的奴隶扛着的轿子，他们也有一个女伴。在 Livia 的门廊将会见到一个姨妈，被这些奴隶高高的扛在肩上。女孩们透过帘子向外张望，看到他们下面拥挤的街道。他们穿过城市，通过体育馆，然后拐弯向山上爬去，直到 Livia 的门廊。它是由第1位国王 Gustus 的妻子 Livia 建造的。
就在骑士 Vidius Polia 的房子附近。Vidius Polia 不是什么好人，曾差点把一个奴隶喂了他鱼塘里的鳗鱼。只因这奴隶掉了一个盘子，幸亏国王也在这顿晚宴上止住了他的脾气。轿子放到了地上，女孩们出来了，两人手拉着手，一对对的走上台阶，进了带许多柱子的封闭花园。Domitius Ray 跑出去，正在往一个柱子上画画。Domitius II 过来找他，但只想看在柱子高处乱画的东西。他看到了一幅角斗士的画，并设法想象再看他们打。这是永远不会允许他去做的事，除非从体育馆的很后面。从那里他才能看见5万观众，但几乎看不到血腥。如果他真想看到不错的景象，他可以成为一个维斯塔真女，就坐在前边。但是守护维斯塔的圣火，不是人人都喜欢做的事。Domitius I遇见了另一个10岁的孩子，也带着订婚的标志。回家的时间到了，8小时后，他们在那里时出事了。一个碎盘子躺在地板上，所有的奴隶都被聚集在中庭，等着主人的到来。爸爸要发疯的。他不会打他的孩子，但像许多罗马人一样，他相信奴隶必须受惩罚。鞭子准备好了，等他回来。谁也不知道是谁打碎了盘子，但爸爸要叫管事人来折磨他们，如果他需要的话。守门人打开了房子的前门，焦急的奴隶们安静了下来。走进来的不是他们的主人，而是一个怀孕少女，是主人的大女儿，15岁，已是一个婚姻和生孩子的老手。猜猜她的名字？有5%到10%的可能性，她将无法活着生下她的孩子。但现在她来和她的家人共进晚餐。作为一个10几岁的母亲，她已证明是一个成功的妻子，为丈夫抚养孩子和后代，替他以后传宗接代。全家人来到餐厅享用晚餐。似乎爸爸有邀请去别的地方吃饭了。晚餐结束后，女孩们穿过中庭和他们的姐姐告别。姐姐坐轿走回家，由爸爸的一些保镖护送。女孩们穿过中庭，奴隶们无论年轻还是年老的，男人还是女人，都等着主人回来。当他回来时，有可能施暴。他对奴隶的权利是通过暴力和恐怖来维持的，任何奴隶都有会被控制。但是对于女孩们，她们上楼过夜，准备睡觉。如果你喜欢学习历史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每周我们都会发布一些动画，从反对凯撒大帝的阴谋到香蕉的黑暗历史。